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扣码电竞。LPL 在昨天进行的比赛中，再次爆出了令人意外的冷门。JDG 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，被 OMG 让1追2输掉比赛，到手的第一拱手让人。JDG 在失败之后 ，LPL 第一梯队形势又发生变化 ，WBG 也是受益者之一。简单来说一下 JDG 与 OMG 的这场比赛。JDG 为什么会输？个人认为根本原因是 JDG 的两种形态打法都存在畸形的问题。前2局比赛 ，JDG 是采用狂轰滥炸式的进攻模式，想要通过操作直接碾压对手，结果发现碾压不了。因为 OMG 是一支非常喜欢打架的队伍，他们运营不行，但是喜欢打乱战。第2局纯属是 JDG 自己玩翻车了。第3局 ，JDG 又开始追求最稳定的韩式运营打法。本来这种打法是最稳的，但 JDG 在关键局面下的运营决策出现问题，给了 OMG 机会。这局比赛刚好 OMG 的阵型更适合打后期团战，厄斐琉斯目前版本后期的强度有些过高 ，JDG 无法处理，导致再次输掉比赛。两种形态的打法都不健康。JDG 需要找到折中点，关键还是第2局 JDG 送的那一局。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轻敌，以为自己怎么打都赢，结果到了决胜局开始紧张起来，然后又过度紧张，害怕失误，优势局面打得有些过于稳，运营又没有那么强，最终就输了。如果是按照正常不爆冷的情况下走完后面的赛程，其实 WBG 几乎是没有机会拿到复活甲的。之前前4名战队都是8-2的情况 ，JDG 和 EDG 的赛程相对而言最简单 ，TES 和 LNG 难一些。WBG 后面保持全胜，最多有机会拿下一个前4的位置。但是 JDG 输给 OMG 之后就不太一样了 ，JDG 后面还要打 TT 和 LNG。JDG 经此一役，应该知道了后面无论如何不能再轻敌。但此时已经失去了竞争复活甲的主动权，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持后面全胜，寄希望于前面队伍也翻车，拿到第2的位置。WBG 方面则重新拥有了竞争复活甲的机会，下一局比赛将会是 WBG 能否有机会冲击前2的关键。对阵 EDG 的比赛如果能拿下来 ，WBG 则可以通过拉 EDG 下马继续提升自己的位置。虽然目前小分有劣势，但拿到更高名次的概率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正面对抗能够挽回的小分更多，后续 WBG 除了打 RNG 可能会有些压力之外，其他赛程难度都不算高。这里有必要和大家提醒一下 ，LPL 并不是每周周末才有最好的比赛，有的时候周日安排的比赛也没什么看点。明天，也就是3月7日 ，LPL 将会迎来超级周2。1天之内2场关键的比赛，一场是 EDG 打 WBG， 另一场就是 TES 打 LNG。TES 打 LNG 正面对抗，必然还会有一支3副队伍出现，而如果 WBG 赢下 EDG 也输3场，到时候就只能有一支2副的队伍，而会有4支3副的队伍。到时候 LPL 又会呈现出新的混乱局面，谁能拿到复活甲就不好说了。个人认为 LPL 现在的情况来说 ，EDG 和 TES 反而又成为状态最好的队伍了，但其实领先不多。之前的一些焦点对决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一支队伍的版本理解领先，所以赢下来。实际上 ，LPL 第一梯队几支队伍现在的实力基本还是5-5开，谁赢谁输都不好说。WBG 稍微落后一些。但这个赛季 WBG 的硬仗其实赢得还蛮多，赢了 TES， 赢了 JDG， 输给 LNG， 输给 TT 和 BLG， 硬仗胜率还是偏高的，所以 WBG 打 EDG 领先没那么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对于 LPL 各种爆冷翻车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